近排咧睇到台灣一單新聞我都覺得咧同我哋保險有關，所以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咧分析一下嘅。事緣咧就係講話台灣咧有一個18歲嘅男仔，咁佢喺簽紙結婚之後咧2個小時咧就喺高處墮下就行開咗嚇。咁就令嗰啲警方就聯想點解咧？因為結婚係一件咁開心嘅事係嘛？點解會咁唔小心2個小時之後就墮樓而身亡呢？背後咧亦都查到原來呢個18歲嘅年輕嘅男仔咧就剛剛承繼咗祖父留俾佢好多億嘅身家。咁喺警方裏邊就會諗會唔會係因為有人知道佢有咁多億身家而刻意去埋佢身而跟住結婚，而跟住就喺結婚簽字之後就即刻就令到佢行開而可以承繼咗嗰個遺產呢？呢個就冇人知啦，仍然係調查當中。個18歲嘅男孩子嘅媽咪就好傷心啦，咁喺新聞裏邊講就覺得即係好有可疑啦，同埋即係點解會係咁嘅情況呢？即係諗都冇諗過自己無端端就冇咗個兒子啦。以往呢，我哋去同一啲比較有資產嘅人客傾偈呢，佢哋呢都會諗究竟佢可能白手興家或者過往買咗好多物業咁留俾啲仔女，究竟啲仔女佢哋有冇嗰個財務嘅智慧去識得管理嗰啲財產呢？呢個都可能佢哋係會有啲擔心嘅。喺市場上咧都會有一啲律師啦，或者有一啲嘅信託公司啦，就會幫一啲父母，例如佢哋都係有可能超過5-6億身家，而佢哋又擔心仔女唔識得點樣去運作，又擔心佢哋俾人咁又唔想一次過就將所有嘢俾晒佢哋，於是咧就喺生前咧設立一啲信託，咁就落定一啲條件而令到咧可能舉個例子，譬如10億，10億裏邊咧有幾多係用錢投資去運作嘅，有幾多係物業嘅，一啲叫動產，一啲叫不動產啦。動產裏邊究竟嗰啲錢點樣分配俾個後人呢？會唔會係每個月咁樣俾佢咁令到佢唔需要擔心生活費啦？又有人看管住嗰筆大額嘅錢啦，又唔會令到佢俾人得到，冇一夜之間會冇晒所有嘅錢啦。呢啲咧都係一啲比較有我哋叫做資產嘅父母，佢哋都會諗，如果咁好彩有一日真係自己行開咗，要點處理呢？而家咧嘅最新式嘅人壽保單裏邊咧，亦都咧將呢一個信託嘅概念咧擺咗入保單裏邊。首先第一樣嘢啦，就係以前咧賠保險，我買1000萬，咁我賠俾個受益人咯，咪一張1000萬嘅支票咯。以前舊式係咁啊，不過咧大約喺我印象中好似喺5-6年前開始啦，保險公司咧就開始可以唔一次性咁樣賠成個1000萬出去投保人咧係可以喺生前嘅時候咧做一個預設指示，例如1000萬裏邊咧，我就想每年係啦，就最少咧可以分2% 出去咁如果每年分2% 嘅話咧，咁睇下佢分翻每個月係攞幾多啦，就好似當一個生活費咁樣俾佢啦。餘數咧，保險公司就會繼續以而家現時大約係 keep 住最少俾2厘嘅利息啦，係啦，就幫佢保管住個大額嗰個數嘅咁每年咁樣
就慢慢俾佢後人，咁而令到佢嘅後人咧就不至於唔識理財，甚至乎突然間有筆咁嘅錢嚟到，又俾人呃咗，咁啊父母咁辛苦係咪？即係識得點財富管理，點樣用保險槓桿留咗錢俾佢，而可能佢一夜之間就冇晒，就避免咗呢個情況。而家喺保險裏邊咧，就已經可以投保人在生嘅時候做呢個預設指示，我覺得係好好嘅。咁冇任何手續費嘅喎，咁要有樓嚇，或者有啲乜嘢珍貴珠寶係啦，要點樣擺落去信託點樣去安排，嗰啲都係要每年有手續費。咁但係咧保單就係好簡單一啲流動現金又喺度啦。究竟分配幾多俾佢哋咧咁就可以預先做定一個指示。第二個信託嘅功能咧，精算師都諗得幾周到以往咧，我試過有啲老人家就點咧，咁佢咧就兩公婆啦，60零歲啦，咁啲仔30零歲啦。喺佢哋心目中咧，就仍然未係時候將所有資產俾佢哋嘅咁但係萬一兩個老人家是但一個行開咗，咁佢哋都想咧就先俾咗另一個配偶先嘅，就都唔想話咁快俾啲仔女嘅咁等個配偶都可以繼續有錢去生活啊嘛。咁到個配偶行開啦，咁啊先再俾啲仔女好多時佢哋都會咁諗嘅。而家咧嗰啲人壽儲蓄保單咧就可以做到就係點咧？就係都係啦。我咧就1000萬擺咗喺度。首先咧，我而家喺生前裏邊咧就預設咗一個第二投保人，寫定個名噶啦。咁例如我咧擺1000萬喺度，我寫住第二投保人咧就係我嘅老公咁如果我咁唔好彩行開咗咧，咁呢張保單咧就會由我老公第二投保人咧嚟接管呢份保單啦。接管嘅意思係咩咧？張保單咧係唔會結算嘅係繼續延續落去派錢。咁同以前舊式嘅做法好唔同嘅因為以前舊式嘅保單咧，投保人咧永遠都係得一個嘅啫。以前，所以當投保人一身故一行開咧，張單就要結算㗎啦，咁就計個戶口總值有幾多，咁就要賠俾受益人啦。但係而家新式嘅人壽儲蓄保單咧，佢哋嗰個功能好多，例如啦我個爸爸擺咗1000萬喺度，好啦，咁預設寫咗太太就做第二投保人，好啦，咁爸爸突然間身體唔好啦，行開啦，咁通知保險公司啦，咁佢行開咗咧就可以張單唔停就接住咧就繼續由太太係啦，繼續派錢俾太太因為咧所有儲蓄保單咧其實頭嗰5至10年嘅回報都比較慢噶嘛，係咪要等打和噶嘛？但係如果張保單咧冇停過咧，繼續派錢落去嘅話咧，越長時間嗰個複息就越靚仔嘅，變咗。我哋喺同個人客做資產配置嘅時候咧，就幫佢買一啲係保額嘅賠保額嘅，係啦，就有槓桿成分啦用好少嘅錢就賠可能3倍或者4倍嘅保額啦。好啦，另外一啲咧就係一個大額銀碼存放喺度嘅長遠咧就由得佢慢慢增值係啦。只要個投保人咧一路都唔行開咧，咁咪一路變大咯，一路累積大咯。好啦，咁而家再加埋呢個信託功能咧，就第二個人又可以接住落去咯因為就算第一個死咗，第二個都可以接住落去，咁第二個個戶口又繼續增長咯，就唔使從頭嚟過咁一路接住落去。當第二個投保人去接管張單嘅時候咧，佢同時間都可以再加第三個人去接管呢份單，因為佢都有機會有一日行開噶嘛。好多時啲投保人咧我成日都覺得好似前兩日我同一個基金經理傾偈，我都話如果個人客擺咗1000萬喺度咧，佢一定有過億
擺喺銀行㗎啦即係一定㗎啦。保險公司只係佢哋一啲好少部分好多餘嘅錢嚟嘅如果個人客去擺得即係1000萬喺度有增值，當佢行開嘅時候咧，好常上佢屋企未必真係咁急要用嗰筆錢，因為銀行嗰度仲有好多錢啊嘛反而佢哋就想留落去第二代、第三代佢哋係幾想嘅即係佢哋係擔心第二、第三代會唔會有嗰個智慧係啦，同佢哋一樣可以白手興家咧咁佢哋都希望佢哋可以生活得安樂一啲啦佢哋都會想如果傳承到嘅就傳承落去啦。通常如果你話60零歲嗰輩佢哋留得到嘅資產俾第二代都好少會好窮嘅，好少。但係佢哋就擔心究竟去到第三代係啦，或者第四代子孫可唔可以都豐衣足食咧如果可以安排得好啲，會唔會安排得有智慧一啲咧而家呢啲新式嘅人壽儲蓄保單咧就做到啦佢可以咧不停轉投保人，亦都不停有一個後備投保人。如果嗰個投保人真係唔急用呢筆錢，會一路變大咯筆錢保單就係用時間去累積變大噶嘛。而當中佢要錢咧，又可以部分提取戶口嘅錢喎咁都係靈活嘅亦都唔會受市場嘅股市升升跌跌影響啦係啦。唯一佢嘅風險就係呢間公司會唔會倒閉嘅啫，係咪？咁但係喺香港嘅歷史咧，以往我都上個禮拜有同其中一個客傾偈，就話以往日本公司喺香港嘅歷史咧，佢都係收購啦同個客講即係好多年前有一間叫 National Mutual 啦National Mutual 之後跟住又即係俾而家叫做安盛啦係啦，咁又收購咗啦有一啲保險公司有一間叫做Top Glory 啦，跟住後期又有另一個集團又收購，跟住又再轉名。咁喺香港嘅 practice 就係又收購咯，收購啲單咪繼續接管咯，繼續去派紅利咯，就繼續賠償咯咁對投保人就即係冇乜大影響啦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咁同埋咧，呢啲我哋叫儲蓄型嘅保單有個好處啦，因為佢入邊都有一個保證嘅成分啦。咁而保證咧就當然唔同嘅戶口有唔同嘅保證比率啦，但係嗰個保證嘅銀碼咧就遠遠會大過銀行嘅50萬存款保證啦如果大銀碼嘅客戶咧佢哋長遠咁樣喺度擺咧我就覺得係幾安心嘅好啦，除咗咧可以不停轉第二投保人之外咧，仲有第三個信託功能。第三個信託功能就係咩咧？就係例如一個父親佢而家1000萬擺喺度咁幾年之後咧，佢就可以將呢1000萬咧就拆開2個保單號碼，就變咗2個戶口。咁可能一個俾老婆，或者一個俾個仔，一個俾個女又得啦總之拆開由一個戶口拆開變咗2個戶口由2個戶口投保人換咗名啊嘛。咁佢哋咧將來又係可以無限，又係咁樣拆開2個，咁變咗4個戶口噶咯咁一路無限咁樣可以分拆啦。咁呢一個好處係乜嘢咧？以前咧我哋見一啲一家之主咧。咁佢就會諗，哎呀，咁我又要留俾老婆，又要留俾個仔，又要留俾個女，係咪要開3個 number 咧？即係個銀碼要開幾大咧？有陣時佢哋會使唔使呢個多啲，嗰個少啲咧？就喺嗰度會複雜咗。但係而家咧可以佢自己開一個戶口，慢慢諗咯幾年後、3年後佢先分拆啊嘛，可以隨時分拆。冇諗幾年後，好似或者邊個乖嘅，你咪到時先拆俾邊一個咯或者唔拆又得，繼續你自己 hold 住咯你知啦，隨住時間咧嘅變遷咧，有陣時你話牽涉到錢咧、親情咧，有陣時真係
唔同時候可能嘅人客個想法會唔同。咁保單咧就有個好處啦，即係唔需要佢咁早喺而家開戶口嘅時候已經要做晒咁多決定。佢自己開戶口，將來你中意到時分拆出去2份又好4份又好，你自己到時慢慢諗咁啊再做又得咁呢個都係一啲最新嘅功能嚟嘅但係咧講咗頭先嗰3大功能都好啦，保險公司係冇額外嘅任何收費嘅喎大家要知喎咁你話喺保險公司嚟講，我又覺得都幾好好啦，第4個功能係咩咧？就係呢個咧，即係10年前已經有客問我 Miss Chow 哇！我哋而家全部都係開港元或者美元嘅喎，咁第時如果美元脫歐，我哋啲保單儲嗰啲錢點算啊？咁以前我真係唔識答佢嘅，但係咧喺今時今日咧，我哋嗰個傳承嘅儲錢戶口咧，已經可以喺3年之後咧，隨時俾人客咧轉唔同國家嘅貨幣咁佢可以轉人民幣啦，可以轉英鎊啦，可以轉澳幣啦、加幣啦、歐羅啦、新加坡幣啦、港紙啦咁樣。未來20年美元繼續係強勢貨幣或者繼續流通係唔奇嘅但係去到我個仔或者我個孫係啦，30年後、40年後呢啲傳承戶口，究竟到時候會唔會中國崛起呢？或者印度崛起呢？定係新加坡呢？冇人知定係歐洲崛起呢？但係如果我哋個保單能夠轉到唔同嘅貨幣呢，就可以令到嗰個資產減少咗貨幣嘅貶值風險。咁我覺得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我哋由今日嘅1000萬擺咗喺度，跟住慢慢變大累積，一路變大累積。咁如果冇得轉貨幣，而咁啱將來美元係貶值嘅話，咁我嗰筆錢咪會縮咗水咯。咁但係而家有得可以每一年都俾個人客可以佢自己轉頭先嗰7種嘅貨幣咧，我覺得係對人客嚟講，或者對佢將來傳承俾子孫都好，都係有更加多嘅選擇令到嗰筆資產真係能夠保值啦。我覺得呢個都係而家新式嘅人壽儲蓄保單可以做到。話喺以上嗰4個功能裏邊咧，保險公司都係冇額外任何手續費咁我覺得都真係精算師都諗得幾全面啦咁今日咧我就希望講俾大家知其實擺喺保單裏邊咧可以有唔同嘅 function、唔同嘅安排，而你係冇額外任何嘅手續費要去付嘅會唔會考慮將你可能部分嘅流動現金或者啲唔喐嘅現金擺入去保險公司呢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其中嘅選擇嚟嘅。就算我有啲人客佢哋可能本身已經做咗信託都好人生裏邊我哋永遠都唔會將所有嘢只係用一個方法去處理咯。我覺得多一個方法，多條路走，對自己嚟講都唔係壞事咯。如果你覺得我哋今日分享嘅內容係有價值嘅話呢，可以俾個 super like 我哋啦，或者forward 俾你朋友啦，同埋訂閱啦，好吧？有問題嘅可以電郵我哋再了解。下次見。